银山红开发受气温条件影响，去年冬天气温稍微高一点，这盆已经提前开了10几天。这一盆赶上这两天太阳刚开始绽放。银山红是比较好养的树种，开花容易，但要是银山红年年发满枝头，有几项操作必须做好。疏花，在银山红第一次发苞形成时，要修剪一次。银山红第一次发苞形成，一些强势枝条的发苞会形成很快，这样就会使整体发苞发育不均，开花时就会出现断断续续。剪掉已成型的发苞，第二次发苞会很快形成，而且生长非常整齐，发育均衡，开花时就会形成像现在这样的场景。开花后还要进行一次疏花，把一些还在发育阶段的花苞剪掉，减少它的养分消耗。银山红的花最多能让它开10多天，要见好就收。银山红开花时会消耗大量的养分，而这些养分并非全是开花时吸收的，大部分养分是银山红在休眠期积蓄的养分，在开花时进行释放。花开的时间越长，体内消耗就会越大，因此要在恰当的时候把花剪掉。剪花和用手摘花是有区别的，摘花一般只能揪掉花瓣，而花心依然留在上面，这个花心成长就会成为银山红的果实。消耗养分的主要是这些花心，因此必须像这样把它剪掉。这一盆就是特意留着没有进行剪花，让它自然脱落。看看它的果实已基本形成。剪花的另一层意思是避免摘花的过程中将枝折断。银山红的枝条很脆，尤其是在春天，动手剪让树少受点伤害。修枝，银山红生长慢，需养过渡比较难，一般是按照造型的形式让枝条自然分布，攀扎和吊扎成型。这一盆是4环出枝，形成了一个冠状，修剪就按照这个造型进行，剪掉过长的枝，或把长到一定粗度的枝剪短，逼出芽来。银山红的根部容易萌发裂芽，还有枝条下部的叶芽，像这种枝长出来就要把它剪掉。银山红枝条的生长特性一般是多条丛生，像这种枝把两侧的枝留下，其他的枝都要把它剪掉。枝条以2的倍率增长方式，整个枝盘的形成就会呈辐射状，枝条的生长也比较均匀。像这种过枝的枝条，把侧枝留下，尽量的剪短。银山红2年以上的老枝剪短，可以发出不定芽来。剪的时候要加以区分，没有末枝发的枝条只能从枝节上发芽，修剪不留枝节，这种枝会很快枯萎。不同的树种有不同的修剪方法，这些都是由它的树性确定的。修剪既要考虑开花时的效果，也要兼顾不开花时候的观形，观形以枝和叶为主。银山红的老叶可以经常把它剪掉，剪掉老叶可以助使发出新的侧枝，同时也可以使新长出来的叶越变越小。另一方面，剪叶可以增强枝条的采光通风，减少病虫害，也可以形成更多的花芽。补充硫酸亚铁，像这么大的盆，一次10几粒，放在盆的边缘，随着浇水，硫酸亚铁会缓慢溶解在盆头中。银山红在酸性的盆土中生长会更好，要定期补充硫酸亚铁，尤其是开花之后。银山红如果生长不好，一般是土壤中缺少酸性物质，这种低氧的桩要定期对它进行补充。这一盆还可以观赏几天。银山红是浅枝根植物，根比较细小，生长也比较慢，养的过程不能积水，
用这种浅盆养是比较好的，见干见湿，有利于根系的呼吸。硬伤红的发色有很多，养的方法基本相同，用偏酸性透气好的土壤种，浇水时要见干见湿，每年从花后的花苞形成时2至3次保回，是还回是最好的。放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养护，能做到这几点，硬伤红就会年年发满枝头。好了，关于硬伤红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是三秋农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